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1的300 G1的6缸分油盘，在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22807。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在正常的出油量，它应该是1分钟会落在160到170之间。那因为经过30年之后呢，我们的油箱是个污染源，就像我们楼上的水塔，30年的水塔里面一定积了很多脏的东西。油箱里面呢，最主要就是铁锈，还有加油站的沙子。再来就是油泥汽油的胶质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。30年的老车如果还要继续开，一定要面对这样的问题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掉电源，关掉定时器，时间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出油的状况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它每一缸出油的倒是蛮平均的，都落在130左右。OK， 第一缸125，第二缸第2、3、4、5、6缸都在130。那跟我们标准的出油量的160到170平均都少了大概30ml 左右。那这个现象是这颗分油盘它的带油道堵塞了。这个是比较从我们分油盘上面发现的的问题，大部分都是带油道堵塞。那供油量不足会造成稀薄燃烧，那引擎会过热，马力车子马力会不足，可能启动会有点困难。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1的300 G1的6缸分油盘，编号22807，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。那在整修之前呢，我们看到它每一缸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30ml左右。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，经过30年的油箱，把供油系统里面的大油道、分油盘里面这个大油道堵塞了，造成总体的出油量都平均的降低。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30，每一缸平均都少了30ml左右，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引擎马力不足，稀薄燃烧。所以我们油门就必须要踩重，一踩重反而造成我们的油耗的增加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，经过整修之后呢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？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开始。因为经过30年之后呢，如果车子不报废要继续开，我们就必须要面对
这个供油系统油路堵塞的问题。这个年份的宾士车，1990年代，它的宾士车的造车工艺，它的哲学就是坚固、耐用、舒适、安全。它的引擎不会有什么毛病，耐用程度正常使用应该50万公里。但是呢，我们就面临到很自然的现象，就是供油系统的堵塞。经过整修之后呢，它应该在使用20年不堵塞吧？如果油箱不污染的话 ，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、第二缸、第三缸都在155，第四缸152，第五缸、第六缸也是应该160。平均大概都落在160左右。那跟在整修之前的130，平均就每一缸大概就少了30ml。那如果以百分比算下来，就应该在20%左右了。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我们油箱必须要进行清除它的油箱里面的滤网，一定要拆下来清理，保证我们的油箱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污染我们的供油系统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-Car W461的300G 的6缸分油盘，编号22807的第二阶段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我们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，是不是稳定。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希望它的数据是误差越低越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等时间测试结果时间快到的时候，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2807的香港来的G-Car W461的300G 的6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，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阶段的测试，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在170，第二缸、第三缸、第四缸都是170，第五缸175，第六缸172。如果以目视的误差，我们看下来大概在3%以内，成绩是算相当优秀了。因为经过30年以后呢，引擎不坏，但是引擎缸体不坏，但是供油系统，尤其喷射系统，都堵塞了。经过我们这次整修之后呢，油箱这个污染源我们必须要排除，也就是油箱里面的滤网，我们一定要拆下来，把它清干净。油箱顺便利用这个机会把里面脏的东西让它清出来。我们希望这颗分油盘这次的堵塞是30年，下次的堵塞应该是20年，也就是说20年以内我们不应该再碰到同样的问题。老30年的老车，大哥给大家的建议，第一个，油箱一定要维持半桶油，避免生锈的油箱跟空气接触，就会减低它生锈的这个状况。
人家所谓的滚石不生胎。如果汽油常常会浸润我们的气缸那个油箱壁的话，那就不容易生锈。那第二个因为老车难免都会气缸积碳，所以应该要加95比标准的油再加1级，大概95辛烷值的汽油。第三，1个礼拜要常常发动至少要发动1次。老车不怕跑，就怕老车不跑，那放坏掉了。尤其油路都是因为它没有流动堵塞所坏掉了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汽油泵浦旁边的那个汽油滤芯，要跟机油的滤芯同时更换。因为30年的老车，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汽油滤芯呢跟机油滤芯的价钱差不多并不贵，所以汽油滤芯要跟机油滤芯应该要同时更换。好，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喽。